港圈金像班底为什么请他？聊聊程毅赴港拍戏背后被低估的判断。我先问你一个有点反常的问题，假如现在我把那段全网刷屏的片场花絮，就是满手血浆还咧着嘴笑，举着道具枪喊投降的那段，假如我把它整段删掉，一帧都不给你看，只留下另外一条几乎没人转的干巴巴的新闻，你还会不会点进这期视频？我跟你讲，大多数人不会。可偏偏真正有分量的那件事，就藏在那条没人当回事的新闻里。今天咱们不聊花絮好不好笑，好笑是真好笑。今天聊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一个内地演员是怎么一步一步被香港那个圈子正式接纳进去的。而程毅这次是我最近看到最好的一个案例。真的，我有点兴奋，你听我慢慢拆。说回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一句话能讲完。程毅去香港拍了一部港风悬疑剧，叫《受谎》，片场路透流出来，人可爱炸了，热度起飞。这部分你们大概都刷到了，我就不复读了。但重点来了，在这一堆微博热搜、粉丝物料里头，混进来一条不太一样的东西。香港东方日报就是CC 东网那家，正儿八经写了它。你可能会说，一家报纸写个明星有什么稀奇的？这里我想停一下，因为有个细节特别值得说。东方日报在香港是什么地位？它是本地销量长期靠前的主流报纸，不是粉丝营销号，不是自媒体，是港人日常翻的那种主流大报。它用的写法是什么？是内地男神来港拍剧，带旺本地旅游经济。你品品这个措辞，他不是把程毅当成一个来蹭热度的外来艺人，他是把他当成一个能给本地经济带来实际拉动的现象级人物在写。这个定位，这么说吧，分量完全不一样。我做娱乐这行看了10年，内地艺人去香港拍戏的不少，但能让香港主流报纸主动正面用这种现象级口吻去写的不多。这个说法我保留一点余地儿，我没做过精确统计，凭印象说，但至少不常见。这才是关键。粉丝号写你是圈内认可，主流大报写你是市场层面甚至某种制度层面的认可。这两个东西隔着一整级台阶，而程毅这次是实打实迈上了那一级。好，说到这儿，我知道弹幕里肯定有另一种声音了。我先把这种声音整理一下，不是我的观点儿，你听完整再判断。网上有一种讨论是这样的，程毅过去的代表作《琉璃莲花楼》基本都是古装。有人就问，他到底 hold 不 hold 得住现代戏、悬疑戏这种完全不同的路子？还有人说，港剧讲究粤语，讲究那个特有的表演节奏，他一个内地演员能适应吗？行，声音摆完了。现在说我的判断。我恰恰觉得这些疑问过一阵子回头看会变成惊喜。为什么？你就看那段被玩坏的花絮。剧里他演的林燕婷是个冷静、腹黑、智商极高的双面心理学家，这是一个需要在理智和疯狂之间反复精准拿捏的角色。这种角色对演员的情绪控制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你再看片场，一个满手血浆刚从那种高压戏里出来的人，下一秒能笑得跟个孩子一样，半蹲着让化妆师补妆，还用粤语跟导演撒娇说导演取蜜打我。你要知道，能在血腥的角色状态和松弛的真人状态之间这么自由的切换，这不是缺点，这恰恰是成熟演员最难的那个能力，张弛有度，绷得住也放得下。换个角度看，一个还在为角色发愁还没吃透的演员是笑不出来的。至于粤语，他愿意用双语拍，现学现说，还敢当众用粤语跟导演开玩笑，这不叫官，这叫敬业加上松弛。懂行的都知道，这种状态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我的判决很明确，这不是疑问，这是一个成熟演员主动跳出舒适区的转型。在古装那个框架里，他已经做到极致了，现在他要的是新东西。拉回来，我扯得有点激动了。咱们说说那个更有意思的点，为什么反差这个东西这么容易打动人？其实说白了，
是一个情绪对比的心理学。血浆代表的是凶狠，是危险，是那种让你紧张的东西，而笑着击掌、顽强投降代表的是可爱，是无害，是让你放松的东西。当这两种极端的情绪在同一个人身上，几乎在同一秒钟里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个反差张力会在你脑子里啪的炸一下。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鲜活。而且你发现没有，程毅本来就有那种，怎么说呢，非标准的，有点笨拙又有点可爱的小动作，好像还被粉丝起过一些可爱的外号。这些东西攒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这个 style 其实特别难得，但真正让我拍大腿的是制作方那边的一个说法。受谎的出品方优酷那边大意是这样讲的，这些花絮最开始并没有刻意安排去曝光，是程毅那个真实的状态自然感染了剧组，大家自发的记录，自发的分享，没想到传播效果远超预期。这个说法我是从采访里看到的，具体措辞你们以原文为准啊，我这转的是大意，但意思很清楚，这波不是营销剧本，是真实译出来的。这就直接回应了刚才那种是不是刻意包装的担心。你要知道，现在观众多精了，一个东西只要有一点设计感，大家立马就腻。恰恰是这种没设计的真实，反而最有穿透力。这一点，我觉得比任何官方宣传片都值钱。行，说到这儿，我想给你留一个能带走的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看完一期视频，光知道程毅这次挺好，那不够，你得带走一个下次能自己用的工具。咱们讲个知识点，怎么判断一条片场花絮热搜到底是自然火的，还是被资本硬推上去的？我给你3个问句，你下次看到任何艺人的片场热搜，套一遍就大概有数了。第一，内容是完美的，还是有毛边的？纯营销推的物料，往往精修，无死角，每个角度都好看。而自然火的，常常带点狼狈，带点不完美，比如满手血浆还半蹲补妆，这种不体面的真实感，反而是自然发酵的特征。第二，传播的是官方口径，还是路人自来水？你去看评论区的词，如果满屏都是统一的，像通稿一样的夸法，那要打个问号。如果是没想到他私下这么活泼接地气，没架子这种各说各话的路人反应，这个更接近真实口碑。第三，官方自己怎么说？如果制作方跳出来强调这是我们精心策划的营销，那它就是营销。而像这次，官方反而说不是我们安排的，这种反着来的表态，可信度其实更高。你把这3条记住，下次你再看到某个片场花絮爆了的热搜，你就知道该看哪儿了，看毛边，看路人词，看官方口径。这个工具不只对程毅管用，对你以后看任何娱乐新闻都管用。好，快到最后了。我知道大家现在很激动，但我得给你泼一点点冷静的东西。注意，是冷静，不是泼冷水啊。受谎这部剧得2027年才播。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热度，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反差萌，都还只是未播先火。真正的大考是播出那一天，当林燕婷这个角色完整的立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我拿不准，纯属个人推测，但凭我的直觉，我赌他这次会给不少人一个惊喜。至于是不是，咱们留到播出那天。而且这件事其实还有另一面，我今天没来得及展开，就是港圈这几年为什么突然这么积极地拥抱内地演员，这背后有一整套市场逻辑。这个我留到下期专门聊。最后我想抛个问题，咱们评论区见。你觉得程毅这次的火，到底火的是他这个演员本身，还是火的是港圈加内地流量这套机制刚好卡在了风口上？这俩答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判断，我特别想听听你怎么看。反正在我这儿，懂他的人可能早就看到这一步了。我用程毅这个案例，把病毒公式拆给你看。先问你一个问题，一段前后加起来不到5秒的片段，能被全网剪来剪去，翻来覆去看好多遍，评论区一大片，你有没有想过，让你停不下来的，到底是不是那张脸？我告诉你，还
还真不是，至少不全是。我跟你讲，今天这期不聊八卦，咱们聊机制。就是为什么反差3秒这种东西总能爆？这背后其实是一套公式，一套被反复验证过可以复制的公式。而我要说的这个案例是我看下来最干净、最典型的一个。它的主角是程毅。先把话放这儿，免得后面被人断章取义。前3秒那个禁欲高冷是真立得住的，气场、镜头感，那个眼神是真的 hold 得住，这不是营销吹出来的。凭我看 Space 这10来年的印象说啊，别太当真，能在3秒之内把高冷这个气质稳稳砸进观众脑子里的人，其实没那么多。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前3秒是真的帅，为什么大家真正上头的反而是后面那个破功？咱们先说表面这层，就是大家都看到的那个名场面，结构特别简单。前3秒禁欲、高冷、生人勿近那种劲儿，然后第4秒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伸手提了一下裤子，或者走位走差了那么一下，就这一下，整个高冷人设啪碎了。观众一下子从哇好帅切到哈哈哈，他怎么这么憨？营销号管这个叫崩塌，叫破功，叫帅不过3秒。这个词咱们待会儿单独说，因为这里头有个坑。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个提裤子它不是失误。你想想看，一个真在乎形象、时时刻刻端着的人，会在镜头前松成这样吗？不会的。所以这个破功说白了是松弛，是不端着。这是一种自信才有的松弛。说完表面这层，咱们往里再看一层。营销号只会告诉你哇好反差好好笑，但他不会告诉你你为什么笑，你为什么会觉得上头。这里头是有机制的，你把它拆开看，其实是3拍。第一拍建立预期，前3秒告诉你这是个高冷帅哥，你的大脑自动脑补了一整套人设。第二拍打破预期，提裤子那一下，你脑子里刚搭好的人设被一个真实的小动作给拆了。第3拍落点，哦原来他私底下是这样的憨憨，反差感出来了。真正让你多巴胺上头的是第2拍那一下，不是帅，是预期被打破那个瞬间。人脑就好这口，你越是先被立起来一个高的预期，后面那一摔就越有效果。这套东西不是诚意独有的，它是所有反差爆款的底层逻辑，从短视频到综艺剪辑全在用。那诚意特别在哪儿？特别在它能同时把这2头都占了。前3秒的高冷皮囊要立得住，第4秒的憨憨内核要真实不做作。这2样能长在一个人身上，还这么自然，这个说白了是稀缺资源。这么讲吧，就像下围棋，别人是走一步看一步，他这种反差感是天生的布局，气场和松弛这2个字，他一开局就都落在了好位置上。这不是演出来的，是本身就有。顺着这个思路，咱们说回刚才那个词，崩塌、破功。这里我想停一下，因为有个矛盾特别值得说。有人一看这册就急了，觉得这是在黑。你冷静，这是营销号的夸张修辞，他就靠这种词儿博眼球。他说崩塌，不是真觉得诚意塌了，他是想让你点进来。这套修辞的套路，永远是把一个小小的，甚至是可爱的点，用一个特别重的词儿给它放大。这是这类账号的 KPI 决定的，跟诚意本人一点关系没有。你反过来想，为什么他拿诚意来做这个梗，不拿别人？因为能被全网反复拿来做梗的人，本身就得有热度，有辨识度，有观众缘。这事儿明摆着，你见过谁会花力气去给一个没人关心的人剪反差名场面吗？不会的。所以这波崩塌破功翻译成人话就是流量在借他的反差恰饭，能被消费恰恰说明有价值。说到诚意这种被反复二创，我作为一个看戏看了10来年的人，是真有点感触的。因为观众愿意反复看你，反复剪你，那背后是情感粘性，这个东西砸钱都砸不出来。好，重点来了，这才是我今天最想说的那一层。那个提裤子的动作被大量粉丝读成了什么？
读成了，这还是副食记那个迷糊憨憨啊。你品品这个事儿，一个演员在戏外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观众第一反应不是程毅本人，而是他演过的那个角色。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角色的肌肉记忆已经深到观众会把它贴回演员本人身上了。这在表演这个行当里是很高的评价。这只是个人推测啊，但我倾向于认为，观众能把一个角色的无意识习惯反向投射到真人身上，说明这个角色是真的活过来了，活到能溢出银幕。我们平时老说从作品到本人，一般是说演员的名气带火角色，但这个方向是反的，是角色反过来喂养了真人的形象。这个方向比顺着来难得多，也珍贵得多。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但我看 Space 这么多年，能做到观众把角色习惯当成你本人习惯的，一只手数得过来。所以你看，同样一个题库子，营销号看到的是破功，可以恰饭，而懂行的人看到的是一个角色深入人心到什么程度的证据。同一个动作，两种读法。行，聊到这儿，给宝子们上个能带走的知识点。就算你不追诚意，这个也能用。下次你刷到任何一个反差名场面，别急着上头，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他是不是严格按先立后拆这个3拍来的？如果是，那他大概率是被设计过、被剪辑过的，不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第二，配的文案是不是用了崩塌、炸了、绝了这种特别重的词？词越重，营销痕迹越浓，真正的自来水反而没那么用力。第3个，也是最关键的，去看它的传播路径，是观众自发在剪，还是一批账号同一时间同一话术在推？自发的才是真情感，整齐划一的那是投放。顺便说个数据上的坑，播放量高不等于路人缘好。一个片段的高播放，有可能是同一批粉丝反复看撑起来的，也可能是营销投放堆出来的。所以下次你看到某某播放量破亿，先别当结论，去看互动的质量，评论区是真的在讨论，还是清一色的复制粘贴。这个判断工具，你放哪个艺人身上都好使。好，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让你停不下来的，到底是不是那张脸？我现在的答案是，脸是入场券，但真正让这段封神的是那套先立后拆的反差结构，加上那个被观众读成角色本尊的独一无二的小动作。换句话说，火的不只是程毅这个人，是程毅这个人身上恰好长着一套最适合被反差公式承接的特质。这个是别人学不来、抄不走的。用打游戏的话讲，这就是满级号的从容，底子在那儿，怎么剪都好看。作为一个偏爱他的人，我承认我有滤镜，但这次这个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因为我讲的是机制，不是感情。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最后留个问题，咱们评论区聊聊，不站队啊，就单纯聊观点。你觉得一个反差爆款火了，这功劳到底该算演员本人，还是该算那个会剪的剪辑师？我倾向于前者，但我也拿不准。你怎么看？评论区告诉我。今天就到这儿，宝子们，咱们下期见。